嗨，我是不点，很快就是清明节了，今天来做青团。这一期的视频你将学到为什么外面卖的青团软的那么持久，处理艾叶为什么要加碱呢？以及桂花芝麻花生馅青团的2种包法。这些艾叶是我妈给我寄过来的，已经帮我摘好了，亲妈鉴定。加1勺小苏打，先浸泡30分钟，再清洗干净。野外采摘的艾叶会有很多尘土的，需要好好洗一洗。烧一锅热水，水里加一些小苏打、食用碱或者石灰，然后再把艾叶放下去煮2分钟。加碱可以说是为了保护绿色，但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替换绿色。这是一招狸猫换太子。怎么说呢？含有叶绿素的绿色蔬菜在长时间的加热下，叶绿素中的镁离子呢会流失，颜色就会变得暗沉。加一些碱性物质，让叶绿素在碱性溶液中发生皂化反应，生成叶绿酸盐。叶绿酸盐呈鲜绿色，而且相对稳定。饭店里的毛豆保持这么鲜绿，有的也是用了这个原理。其实它本身的叶绿素的颜色已经被替换掉了。什么？天底下竟然有这种事？但是呢，在碱性条件下，维生素会快速分解，造成营养流失。颜值很重要，营养也很重要。你会怎么取舍呢？不过吃毛豆又不吃壳。煮熟后的艾叶，我们放入凉水中。挤干它的水分，加上适量的水，别问，等会儿会说。用料理棒打成较为细腻的艾草泥，打好的稀稠度大概是这样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节浓稠度，越浓稠，做出来的青团颜色就越深绿，艾草的味道也更浓。我就喜欢浓一点的。然后呢，来揉面团。一般做青团，大家会接触到这3种粉：水磨糯米粉、粘米粉和淀粉。我读的对不对？糯米粉是主料，它的特性就是冷的时候嘛，粘性特别差，不容易成团，容易干裂；热的时候嘛，粘性又太大了，会塌陷，吃起来糊嘴粘牙，真是个死鬼。所以我们会掺一些粘米粉，增加它的硬度，蒸出来的时候呢，也不容易塌陷。加入小麦淀粉其实也是这个道理，像是我们吃的虾饺就是用小麦淀粉做的，口感很爽滑，质地透明，加一点小麦淀粉就可以改善糯米团的口感，增加它的透明度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用水磨糯米粉和小麦淀粉来和面，还需要加一些猪油，可以加大面团的延展性，没有呢可以不加。还有白糖，白糖呢其实是为了防止青团变硬，因为糖的保水性很好。小麦淀粉要用开水烫才能成团，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正好可以利用它把不好成团的糯米粉连接起来，这样揉出来的面团不开裂，好包。再加入糯米粉、猪油和白砂糖，然后再慢慢加入艾草泥，边加边搅拌。我差不多加了180克到190克的艾草泥，刚才那种稀稠度啊，直到面团可以揉成型，就像这样。上手直接揉面团，面团一定要揉透，让材料充分混合。这样一个延展性很好的又很柔软的青团面皮就做好了，还是爱你的形状。我们用保鲜膜包起来，防止变干。因为我忘记做馅料了，大家可以先做馅料啊。今年做的青团呢是芝麻花生馅的，非常香。我还加了5克的干桂花，真的是太聪明了，神来之笔。芝麻先清洗一下，沥干水分之后，在锅中炒出香味。花生呢也需要炒熟或者烤熟，去掉花生皮，花生皮不要直接吹到窗外啊。芝麻和花生放到料理机中搅碎，然后再把绵白糖、猪油和桂花都放进来。导演他的手又抖了，大家不用抖桂花，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。搅拌均匀，然后用手捏成一个小球球，大概一个20克。我还揉了一些15克的，猜猜我要做什么？放入冰箱中冷冻一会儿，这样比较好包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包青团了。我的一个青团皮大概30多克，搓圆，用大拇指捏一个小洞洞，看我的手势。换一个机位再看一遍。然后放入馅料，用虎口收拢，就像包汤圆一样。多出来的小尖尖按平，再次搓圆，这样一个绿油油、胖乎乎的青团就做好了。最近我在朋友圈还看到一种叶子形状的青团，觉得很好看，所以就琢磨了一下，想分享给大家。其实就是做核桃包的做法，需要用到这样一个小工具。前面的步骤和之前都是一样的，捏出来的小尖尖呢留着，另外一边呢也给它捏一个尖尖，稍微整一下，变成叶子的形状。然后用这个小工具先夹出中间的叶脉，
再是旁边的脉络。这样一个超级好看的叶子青团就做好了。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做，尝试新鲜的东西总是觉得很好玩。我们把青团放入蒸屉中，下面垫一张硅油纸防粘，上气后蒸10分钟就可以，不要太长时间，不然青团呢可能会变塌。我们的青团出炉了，正宗艾草青团的颜色和香气，糯叽叽的，好想吃。给它刷上一层油，这样吃的时候呢不粘手，而且亮晶晶的，很好看。非常的软，馅料里的花生、芝麻和桂花香，弄得整个屋子都是香香的，咕叽咕叽。叶子青团蒸好之后，感觉更好看了，吃了一定能心情大好啊！试吃完毕，正在减肥，包上保鲜膜，多出来的呢就给朋友们送去。第2天早上，我还留了几个看看它有没有变硬。还是挺给面子的，还是很软很糯，大家记得不要放冰箱。至于为什么，那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拜拜。而且还是爱你的形状，而且还是爱你的形状，呼呼呼。